你只是在比武招亲现场看热闹。见这小妞一介女流，竟在擂台上打了一群男人筋脉寸断，立马眉头一皱，退至众人身后。谁知下一秒自己就成了全场焦点。穆青青朗声道：“下一个就是你啦！”你暗骂一声，发个呆的功夫，自己怎么就站在了最前面？普通人哪是穆青青的对手？你边摇头边后退，丢脸总比丢命强。穆青青眼眸闪过一丝不屑，又是一个没种的男人。谁知下一秒传来一道机械般的声音：“叮！上台挑战穆青青，宿主获得神级大礼包。”你原本准备后撤的腿猛地往前踏出一步。穆小姐说：“谁没胆子？”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神级礼包。修为奖励初级淬骨镜，技能奖励绝对领域，武器奖励王权剑，功法奖励王权剑法。你猜到系统能让你有把握对付穆青青，却没想到居然把一个凡人硬生生拔到了淬骨镜。你查看任务奖励只不过几个呼吸间，穆青青却以为你在拖延时间，不敢上台。你个大老爷们磨磨蹭蹭什么呢？你笑了笑，一个起身飞到擂台上，刚上台脚都还没站稳，穆青青直接就带着10成功力出掌袭向你。他很是看不惯你强装淡定样子，只想一招把你打下擂台。眼看玉手即将轰击在你的身上，绝对领域。时间的流逝在你眼中瞬间放慢了数秒，你甚至还饶有兴致看了眼穆青青的绝美娇颜。看到穆青青脸上露出的自信笑容，你轻笑一声，这才施施然往旁边跨出一步，就这么轻松躲过了穆青青这势在必得的一击。而他没收住劲，差点掉下擂台。这怎么可能？穆青青再次提掌攻向你，擂台上都被穆青青砸出数个大坑，却没落在你的身上一掌。穆青青她怎么都想不通，你明明看上去就像随意走了几步，却始终毫发无伤地站在她面前。叮，你有新的任务，请查看，迎娶穆青青，抱得美人归。没想到做个任务居然还要我现身。看着穆青青那一副气得快炸毛的模样，这二小姐除了脸好看、身材前凸后翘之外，其实也就那样。穆青青看着泰然自若的你，气急败坏道：“你就只会躲着我，你个缩头乌龟！这不是怕伤到了我这未过门的小娇妻？你……穆青青别在腰间的鞭子赫然飞出，登徒浪子，你这是找死！”你看到穆青青拿出武器，意念一动，剑柄自虚空破碎而出，你握住了黝黑的王权剑，而擂台下的观众哄笑一片。搞了这么大动静，就整了这么个黑不溜秋玩意儿，我还以为多厉害。结果是个破铜烂铁。穆青青看着你的剑，有点恼羞成怒，感觉你是在看不起他，故意拿出一把破剑出来羞辱他。穆青青挥舞着手中的长鞭，你直接用王权剑挡下了这一击。这家伙的破剑还挺厉害，看了这么多场，还是第一次看到穆小姐这么吃力。这小子有点邪门。你们说穆小姐会不会败在他手里？这不可能。这有什么不可能？观众一下子分成了两派，甚至开始对赌起来。台下的议论也传到了擂台上的二人。你倒是毫无想法，但穆青青却是气恼万分。这群臭男人居然敢当我的面，拿我公然做赌！穆青青的怒火全都向着你倾泻而去，他出手一次比一次狠辣。你嘴角微微翘起，心中有了一个主意。你开始慢慢降下了自己的攻击速度，主要是怕伤到穆青青，毕竟这可是我未来的小媳妇。穆青青见你速度放慢，还以为你是体力不支，心头掠过一丝窃喜。此刻的二人距离只有3尺，靠得很近。穆青青心里开始得意起来，右手的骨鞭将你的手中的剑死死缠住。他抬起左手，猛然朝着你挥出一掌，想要立刻结束此战。然而你却是嘴角一扬，在他出手的瞬间，身形挪移开来，躲开穆青青攻击的同时，嘴巴靠近了对方的脸上。我被亲了！混账！台下的穆廷烨看到了自己的女儿竟被亲了脸蛋占了便宜，直接勃然大怒，来人将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拿下！台下观众都被你这不要脸的举动给惊到，各种起哄叫衰之声不绝于耳。父亲且慢！他一脸复杂的看着面前淡然的你，悠悠开口道：“这毕竟是皇上下旨替我招的亲，不能贸然动手。虽然他轻薄了我，但也的确突破了我的防线，是女儿输了。”穆青青虽然在意被你轻薄，可输了就是输了，该承认的事实她也不会耍赖。但是嫁给眼前这个让她极为讨厌的家伙，穆青青实在不甘心。既然我赢了，关于在下迎娶穆小姐之事，我不嫁。紧接着就看到穆青青咬破了手指，滴出一滴精血。我穆青青在此立下心头誓，宁死不嫁这个登徒子。而此时台下的穆廷烨反倒有些为难起来，心头誓言一旦发下便不可更改，违反就会遭天谴。穆小姐何必如此决绝？萧某也没想娶你。你由于不可抗因素，任务自动更改。新任务迎娶穆晴君的姐姐穆晴月，任务失败，扣除寿命100年。迎娶穆晴月，你猛然反应过来，穆晴月在别人眼中可能只是穆家下一任家主候选人，年纪轻轻就有着很高的修为。但你知道，这穆晴月可是这世界将来的第一大反派，是个名副其实的蛇蝎美人。她从不沾染情爱，一心求道，不知踏着多少人的尸体，最终登上了女帝的宝座。想到这里，你冷不丁打了个寒战。哪怕现在的穆晴月年纪还小，可娶个未来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，那岂不是找死？你当即摇了摇头，转身面向穆廷烨道：“穆大人，既然你女儿不愿意嫁在下，赶着回家收衣服就先走了。”可正当你准备跑路的时候，穆廷烨身边的太监不慌不忙道：“穆大人此番招亲，毕竟是圣上的意思，如此儿戏恐怕欠妥。这件事
还是由我回去禀报给圣上吧。那就麻烦孙公公吧。接着又对你挽留道：这位公子，毕竟你赢了比武招亲，我穆家欠你一个回复，不如公子暂且留在我穆家，等圣上下旨。见穆廷烨态度温和，你想了想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你便接到了圣上召见。你就是那个打败了穆家二丫头的少年郎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这场比武招亲是朕的意思，你虽然赢了，但穆家二丫头已经立下了心头誓，你跟她是不可能了。穆大人，你说是不是？被点名的穆廷烨无法再装木头人。陛下说的没错，都怪微臣那逆女，平日里真是给她宠坏了，害得陛下还要替微臣操心。既然小女儿不行，穆大人认为该当如何？回陛下，微臣的大女儿至今未曾觅得良人，正好可与萧公子婚配，如此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你心里一笑，等等他大女儿，那不就是穆晴月吗？可还没等你说话，就听到楚阳帝下令：如此甚好，传朕口谕为穆晴月与萧逸赐婚。而此时魔兽绝地中，一袭紫纱凤仙裙的穆晴月正低头认真地擦拭着手中长剑。主子，天京城急报，一道黑影突然出现，恭敬行礼道：什么事？二小姐比武招亲输了，当众发下心头誓不嫁此人。随后圣上施压穆大人。暗卫说到此处迟疑了一下，我知道了。穆大人他为了不负皇恩浩荡，于是就想到我这个大女儿许给了那人，是也不是，让穆妻去把他杀了。从皇宫回来后，你就一直宅在穆家提供的院落里，专心的睡觉修炼。此时穆晴清闲的在花园里到处乱晃，突然听到两个人躲在假山后面窃窃私语。西南角那位又睡了。是啊，我刚刚去收拾，那位又把门关起来睡大觉去了。就他这副德行，究竟是怎么打赢我们家二小姐的？穆晴清站在原地，竖起耳朵好奇地听了起来，结果听了半天，憋了一肚子的怒火。只见他直接掉头冲去了你所在的院落。萧逸，你给我出来！你闻声立刻清醒了过来，门开的猝不及防，穆晴清一个措手不及，直直地朝着你的胸膛拍去。你眼疾手快，一把将穆晴清的手抓住，脸上露出些许不耐烦。二小姐请自重，我可是你姐夫。这话说的让穆晴清为之一愣，随即立刻就反应了过来，俏脸瞬间涨得通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穆晴清甩开萧逸的手，温热的触感还残留在他的手背。他掏出自己的帕子狠狠擦了擦。二小姐倒是说说看，我哪一句胡说了？你的反问让穆晴清顿时噎住，刚刚他的手的确是朝着你胸膛上落去。什么狗屁姐夫，还没娶到我姐姐呢，这就摆起架子来了，真够不要脸的。你也算看出来了，这小牛纯是来发泄不满的。你还真当你跟你姐都是香饽饽？我警告你没事别来烦我，把我惹恼了，我能娶你姐，也能把她给休了。你怎么敢？哐当！随后去穆廷烨那告状去了。所以当穆廷烨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略显诧异，这是来训我的，你就这么想着。但穆廷烨完全没有提下午的事，只是吞吞吐吐的告诉你，穆晴月暂时回不来了。魔兽绝地。是的，我家月儿被困于绝地之中。不过你放心，老夫已经派人手去解救了，等把人救回来，立马安排你们二人成亲。你瞥了眼谎话连篇的穆廷烨，嘴角划出一道弧度。穆晴月这么厉害的一个女人，区区一个魔兽绝地怎么可能困得住她？恐怕人家是不想回来成亲吧？你忽然想到，按照剧情发展，穆晴月似乎在那得到了不少造化，自身实力也得到了不少提升，最大的机缘却被男主给截胡了。想到这，你恨不得立马动身前往魔兽绝地。我出来是为了历练、获取资源、提升修为。既然穆大小姐归期不定，我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在您府上。你天天不是吃就是睡，什么时候对修炼这么上心了？穆廷烨听到这话，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门口安排的那两位说是保护，实则是监视你的高手，每天和他汇报你的一举一动。不就是要东西吗？我给。你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毕竟距离得到那造化之日还有几天。就这么定了，萧公子再待几天，巩固一下修为，再出去历练也不迟。当晚，你就把从穆廷烨手里坑来的资源吸收干净，境界也来到了养灵境3重天。你突然感觉屋内有一股陌生的气息，正在慢慢向你靠近。这人要杀我！就在那人手中利刃朝向你瞬间，你释放绝对领域，闪到对方身后准备还击，却发现控制他的时间很短。什么人？门口的两个守卫冲了进来，几人的缠斗惊动了穆晴清和穆廷烨。这人能一人打我们3个养灵境，应该是养灵境大圆满。这穆晴月可真看得起我。根据你刚才的分析，你来这世界才几天，也没有得罪什么人，唯一有交集的就是穆家，而穆晴月培养了大量的暗卫，所以大概就是他了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来我穆府刺杀！黑衣人听到远处传来的动静，有那么一瞬间的僵硬。就在此刻，绝对领域再次展开。萧公子可有受伤？你居然踏入养灵境了！你并没有理会，走到黑衣人身旁观察起来。这人不就是穆大小姐派来的吗？穆大人要怎么查？你原本的猜测在穆廷烨的反应下证实了。穆廷烨和穆晴清同时震惊地看着你。穆廷烨震惊你怎么会知道他是穆晴月的人，穆晴清则是震惊你为什么会这么说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姐姐才不会做这种事情。穆廷烨倒是有些心虚，毕竟这真是他大女儿身边的暗卫，但怎么可能承认这个事情呢？萧公子是不是哪里误会了？小女此时被困绝地之中，哪里会派人来刺杀你？你似笑非笑地看着穆廷烨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吧？但是穆大人不要把别人当成傻子，穆大人无需多言，天亮以后我就出发去魔兽绝地。最后穆廷烨放弃了劝说，转而安排穆晴清和一队人马护送你去魔兽之地。你也是心知肚明，说是护送，但实际是监控他的，怕你除了穆府就杳无音讯了。对此你也没有拒绝。魔兽绝地内，主子穆妻失手了。穆晴月的情绪没有半点起伏，他如今已经进入魔兽山脉深处，暂时歇息在一个山洞之内。看来这人有点实力，暂时不管他。
将父亲的人打发走，我们继续往前。几天后，你根据系统给的路线，很快到了深处。斩杀100只魔兽，奖励炼丹炼器材料，天地黑雷炎。这个世界中存在天火，而此火排名第13。你们接着一路往里走去，走走停停，斩杀100只魔兽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。恭喜宿主，任务奖励已发放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猩红的光芒直射天际，你知道这是高原葬墓开启了，随后便匆匆赶去。你们很快就到了光芒附近，却没想到居然不是第一个到达的队伍，是姐姐。穆晴清一眼便认出了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个人，穆晴月。虽然你知道早晚会碰到穆晴月，但没想到会这么早。就在你思索时，忽然感觉一道冰冷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你顺着视线望回去，正是穆晴月。对于穆晴月冰冷眼神下的汹涌杀机，你眼神只是平静中带有一丝欣赏。穆晴清没注意到两人的眼神交战，兴冲冲地跑到穆晴月面前，不停地撒娇。穆晴月拍了拍穆晴清的脑袋，一会儿跟在我身边，别乱跑。好，姐姐那个人，我知道眼下的事情重要。没想到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有放过的穆晴月，却对这个妹妹一直颇为照顾，所以导致穆晴月黑化的罪魁祸首是穆晴清吗？一阵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你的思考，是高原葬墓开了。走。进入秘境后，你们所有人都被强行分开了。这里的剧情有些无聊，和大家简略的说一下。你分别进入了朱雀、青龙、玄武、白虎4个墓室，分别获得了原本属于本世界男主的天地黑雷炎、神农鼎、神兽蛋、签约玄武、和天法戟。难得遇到个感兴趣的，不若就让他试试。主人，您真的要让他试试？万一他真的成功了呢？成功了那不是最好，我有种预感跟着他，说不定我的心愿能了。你找了一座耳室，叮嘱王权健好好守护自己，便惬意的睡觉去了。就在你沉沉睡去的时候，整个高原葬墓所有的生物在同一时间也都陷入了沉睡。开始了，可不要让我失望哦。快走快走，苍云宗今日收徒，错过了可要再等3年。我这是又穿了。你有新的任务，破除千世幻境，成为高原葬墓秘境之主。原来自己不是再次穿越，而是被拉入了一个幻境之中吗？路上，你旁敲侧击从他的嘴里套出不少消息。首先，你现在叫陆清源，他叫高升，你偶然间替高升解围过一次，自此他就成了你的小尾巴。时光飞逝，眨眼间你已经在这幻境内度过半个月。你和高升都通过了苍云宗的测试，被分配到了外门。你发现穆晴月和穆晴清两姐妹也出现在这个幻境中，身上明显是内门弟子的服饰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啊。某日，穆晴月两姐妹偶然路过，你试探的叫了一下她们，结果两人却莫名的看着你。穆晴月一反在魔兽绝地的冷漠，而是很温柔的告诉你认错人了。我叫方瑶，她叫江蓉蓉。你百般试探，却被江蓉蓉认为你想攀上他们。难道只有自己还保留着记忆？你躲在树荫下乘凉，思考着问题。高升那小子真惨，又被郭氏他们堵了。谁让那小子傻乎乎的好欺负呢？你立刻拦住了路过的二人。你问高升啊？你点了点头表示认同。我告诉你，你找到高升的时候，只见他在抱头哭泣。他看到是你来了，胡乱的擦去了泪痕。你被人欺负了。清源，没关系的，是我不小心撞到他们的，我已经道过歉了。你知道那些人住在哪里吗？知道是知道，但是清源，那个郭池身后有人撑腰。高升口中所谓的有人撑腰，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外门执事。高升眼看劝说无果，只能忐忑的带着你去了郭池所住的地方。你小子胆子大了，居然还敢往我面前凑，怎么这时找了个帮手过来替你找场子？高升紧张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兄弟们给我上！住手！宗门之内何时允许你们可以私下斗殴了？一道清丽的女声突然从众人的头顶响了起来。只见一名女子站在飞剑之上，眼前的这位女子与穆晴月相比，丝毫不落下风。如果说穆晴月是挂在天上的皎皎明月，那这女子就是红尘中的或是妖姬。是秦婉若，秦师姐。听到郭池的话，你顿时明白了该女子的身份。秦婉若一眼落在了你的身上，周围人皆是战战兢兢，只有你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。秦婉若因为长相的原因，基本上看到她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带些异样，而你与常人不同的表现，让她心底升起了一丝兴趣。你将事情大致讲述了一番。此事既然被我遇上，我自当为你们做主。自从秦婉若替你和高升撑腰，你在外门弟子就被贴上了不好招惹的标签。高升的日子好过了起来，让你感到有些困惑的是，秦婉若这个天之娇女好好的内门不带着，3天2头往你这里跑，一会儿送一袋上品零食，一会儿送一些常用的镇盘符箓，还时不时的叮嘱你认真修炼。你深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秦婉若之所以对你这么好，一定是有所图谋。之后的几日，你一直泡在图书馆，寻找破解幻境的办法。幻境是以他人记忆为蓝本创造出来的，只有找到它，让他意识到这不是真实的世界，才能破除幻境。所以这个人是谁呢？就这么想着，意识便越来越模糊。醒来时发现高升已经行气境5层，你从高升嘴里才知道已经过去半年了。对于中间跳过的时间，你没有半点记忆，这让你有种紧迫感，可能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件，而这事件就是导致幻境主人经历过的某种转折点。就在你了解信息的时候，秦婉若已经来到了你的屋里。陆清源，我闭关半年，你这修为怎么还是这么低？秦婉若很是不高兴地盯着你，丰满的红唇微微嘟起。已经很快了，高升才是最慢的。你怎么能和他比？随后嫌弃地看了一眼高升，高升打了声招呼，麻溜地离开了这里。他走到你旁边坐了下来。秦师姐，叫我婉若。秦婉若打断了你的话，身体向你的身边挪了挪。秦师姐，你靠得太近了。都
都说了叫我婉若，我是不是被调戏了？秦婉若师姐，我只是个外门弟子，资质有限，不知你为何如此看重我？不知为何，陆清源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秦婉若一开始听到你改口叫她婉若，心里顿时十分开心，可是听到你后面的问题，脸色一下子变了。恕我愚钝，实在不明白婉若师姐是何意。你一心认为秦婉若接近你是别有所图，压根就没想过别的，直到嘴角处传来的柔软触感，你总算明白了过来，我居然被个女人给吃豆腐了，这怎么行？你手比脑子快，在秦婉若想要退后时，他一把扣住了她的脑袋，薄唇压了上去。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占据下风？这可是关男人的尊严。良久，你才缓缓松开秦婉若。哐当，秦婉若消失在你的房间里，你感觉她可能是个不错的突破口。次日，你动身前往秘境，此次秘境4人一组，你和高升自然被分在了一起，还有你的未婚妻穆晴月，以及压制了修为的秦婉若。进入秘境之后，你就跟在我的身边，别乱跑。传音入耳，是秦婉若的声音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但是你此时心底还是有一些感触，对着秦婉若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你前脚刚踏入秘境，后脚便跳过了好几日，这让你很是懵逼。睁开眼就在一个山洞之中，秦婉若在洞口布置了一个高级防御阵法，她的气息也很不稳定，可偏偏她受了重伤，一切只能等秦婉可醒来后才能知晓。秦婉若醒过来时，你发现她很虚弱，见状半抱起她。辛苦你了。秦婉若十分清楚自己的伤势，但知道是你替她疗伤的，她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。你还是别说话了，先好好养伤吧。看到秦婉若这么虚弱，你再多的疑问也问不出口。忽然一阵狂暴的声音和威压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过来，外面声音越来越大，你决定出去看看，要是危险朝这边来了，那时被堵在山洞之中才真是必死的结果。你速度极快地穿梭在丛林之中，径直朝着那声音而去。好家伙，这什么玩意这么丑，旁边还躺着一个身影，是穆晴月。系统的任务失败会扣除自己100年寿命。我操，这不是逼着我救呢吗？方瑶眼睁睁地看着那怪物挥爪朝着自己狠狠砸来，满是绝望的举剑挡在身前。他心中总有一道念头告诉他，不该如此，你不该死在这里。忽然一道闷哼声在耳边回荡，随即一道强有力的胳膊搂住他的纤腰。方瑶只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宽阔的怀抱之中，脸颊上传来一滴又一滴的温热，还带着的血腥气。方瑶眼中露出了不解，他没想到生死关头居然有人会不顾自己的死活冲过来救了自己吗？将人救下后，你抱着穆晴月就飞快地往后退去。这怪物实力虽然恐怖，但没有理智，并没追上来。方瑶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，一言不发地掏出丹药来，安安静静地在你怀中恢复伤势。他第一次与一个男子如此亲密接触，这让方瑶心里多少有些抗拒和不适，但他不是不知好歹之人。你正带着他努力逃命，他只能紧抿着双唇，努力忽略心里的感受，只是略微加速的心跳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那时萧逸眼尖瞥到熟悉的身影，高升一边哭着，一边努力对着眼前的妖兽发动攻击。一个大老爷们哭成这副模样也不嫌丢人。清源，真的是你？你回来时，秦婉若眼神就一直放在被你抱在怀中的方瑶身上，原本就不太好的脸色，此时更为难看。你将方瑶放下的瞬间，陆师兄，谢谢你。方瑶小声对你道谢。对于秦婉若那有些敌意的眼神，方瑶自然察觉到了，只是有些莫名，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位秦师姐。你受伤了？秦婉若看着你嘴角未来得及擦拭的血迹，有些心疼地说道，顺便还隐晦地瞪了方瑶一眼。她有种预感，你身上的伤势绝对和这个方瑶有关。方瑶被秦婉若狠狠瞪了一眼，又见她如此关心这个叫清源的男子，心里顿时有些明白了过来。我爱你怎么样？看到你这么关心自己，秦婉若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，就是怎么看这个方瑶都有些不顺眼。她在心底打定主意，要减少这两人之间的接触。自从上次在你的房内发生了那件事之后，秦婉若在心里已经把你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。本来想等你修为高一些时，再挑明确定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但现在看来不能再等了。你们各自休整，等再次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自己在幻境中的修为也来到了养灵境，这时又给我跳过了。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找到高升了解下情况。你一路往山下走去，路上遇到许多不认识的人，都冲着你不停地说着恭喜恭喜，你一头雾水。直到找到高升后，高升开口的第一句就让你震惊当场。清源，明日就要成婚了，紧不紧张？神马情况？我怎么就要成婚了？跟谁？我可是有未婚妻的男人。你拉着高升远离人群，开始了惯例套话。距离当初的秘境之行又过去了半年，你与秦婉若的感情也是与日渐增，在掌门的同意之下，彼此定下婚约。你听完后嘴角抽了抽，神 TM 的感情与日俱增。我怎么看你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啊？他疑惑地盯着你，你脸上没有一丝即将成为新郎的兴奋感。没有高兴，我很高兴。你露出了一个假笑。入夜，你躺在屋顶看着高悬的明月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你真的要嫁给我？你忽然出声问了一句。清源，你怎么了？一道倩影落在你身旁，正是秦婉若。早在秦婉若靠近的时候，你就察觉到了她的气息。我只是怕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你定定地看着秦婉若那张吹弹可破的脸颊，眼底闪过一丝暗光。怎么会？我只要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好了。秦婉若笑得灿烂，随即微微皱了眉。难道不想跟我在一起？女人的直觉果然恐怖。你喜欢陆清源吗？你没有回答秦婉若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了一句。这个问题让秦婉若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是也没多想，自以为你因为明日成婚，所以有些紧张和不安。我当然喜欢陆清源啊。那你喜欢我吗？
问题越来越奇怪了。伸出手指点了点他的鼻尖。你不就是陆清源吗？我当然喜欢啊，若是不喜欢，我怎么可能跟你成婚？如果我不是陆清源呢？你今天好奇怪啊，你就是陆清源啊，哪有什么不是？秦婉若在你脸上亲了一下。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明日就成婚，早点睡吧，我回去了。你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。第二天，一群人围着你的小院，那就是新郎吧？他运气可真好，居然能娶到秦师姐。听说他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。人群中各种各样的眼神落在你的身上。今日秦婉若大婚，简直是碎了一地的少男心。你虽然内心是拒绝的，但是剧情都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你径直走上了观礼台，不久，远处就传来2声清脆的喝鸣，一道火红色的人影站在飞鹤上，向着这里飞来。快看，秦师姐今天好漂亮啊！屁话，秦师姐哪天不漂亮啊？站在台上的男人换成我该多好啊！一拜天地。就在气氛一片喜庆之时，一道声音打破了此时的氛围。掌门，不好了，禁地的封印被破了！苍云宗掌门和其他长老二话没说，直接去往禁地，典礼只能暂时搁置。各封弟子速速回去，听从各封首席弟子安排，不得擅自行动。秦婉若迅速发号施令。你看着迅速调整好状态的秦婉若，心底升起了佩服，不愧是掌门之女。不多时，一股血腥之气将苍云宗笼罩其中。这苍云宗怕是要完。不出所料，当天夜里，苍云宗掌门便下令，让所有弟子分批离开苍云宗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的。秦婉若回首凝望自己从小带到大的地方，眼角隐隐有些泪光。此后的日子异常忙碌，你与秦婉若被打断的婚典就这么被拖着。这就是鱼龙镜。你打了个盹，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的异样。你推门而出，看到穆晴月带着一对弟子急匆匆地走过。方瑶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陆师兄，恭喜你进阶成功。自从被你在秘境之中救过之后，他发现自己总是会时不时地关注着你的消息，甚至当得知你与秦婉若要成婚的消息时，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，他不该娶秦婉若。这个念头一直在方瑶的心间回荡，让他好生烦恼。你与秦婉若两情相悦的事情，苍云宗无人不晓。我怎么会生出这种念头？他不该娶秦婉若，那该娶谁？难不成该娶我方瑶不成？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念头时，方瑶十分的慌乱。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这种念头一直骚扰着他。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个男人，所以心有不甘才会这么想。真的喜欢吗？方瑶十分迷茫，他从未喜欢过别人，并不清楚喜欢一个人应当是何种感觉。说自己喜欢他，心底总有种别扭的感觉；说自己不喜欢他，又总觉得人家该娶的是自己。方瑶整日里被这两种思绪左右拉着，偶尔恍神间，总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不该是现在这样，他不应该在这里。时间越久，方瑶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有魔道之人破坏封印，封印被撕开一角，里面不少怪物跑了出来，我们前去支援。你听到这话，便要一同前往。他虽然没有拒绝，但是你能感觉到他对你有一些抗拒。好歹欠我一份救命之情，怎么感觉不待见我呢？不愧是女魔头，心思诡异。一行人还未赶到飞霜城，就遇到好几只怪物的袭击，都被你一一斩杀。不能再往前了，找个地方休整一下。那就听陆师兄的。于是你们在前面不远处的寺庙暂时歇脚，将受伤的弟子安置好。你让其他人去休息，我自己守夜。方瑶半天静不下心，索性睁开眼，一眼就瞧见了远处独自一人坐在月光下的你，好像与世隔绝一般。这一刻让他觉得自己与你似乎是同一种人，与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。你察觉到一道视线始终落在你的身上，疑惑的扭头看去，方瑶看着你不解的眼神，这才惊醒过来，微微抿着双唇，最后起身坐到了萧逸的身旁。陆师兄，怎么了？你偶尔会不会有种感觉，自己与周围的人或事总是有种隔阂？这难道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吗？看样子应该是没想起来，不然也不会对我这么和颜悦色。你时常有这种感觉吗？不是时常，以前没有，就那次从秘境出来后，偶尔会有这种感觉。他看了一眼你，飞快地垂下了眼帘，后面的话不能说。你奇怪地看着穆晴月，这人怎么说一半留一半，这不吊人胃口吗？那真的挺巧的，我自那以后偶尔也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。方瑶惊喜地抬头直直地看向你，原来不止我自己这样啊。不止这样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并不是陆清源，而是另一个人，是不是很奇怪？不奇怪。不瞒师兄，我最近也有这种感觉，可这是为什么呢？两人有着共同的心事，无形中让他对于你更加信任。穆晴月满脸的疑惑，微微歪着小脑袋，眼神亮晶晶地看着萧逸。聊天就聊天，突然卖萌干什么？心脏在那一刻跳得有些快。萧逸看着穆晴月那张绝美的小脸，有一瞬间的失神。陆师兄看着你突然盯着他发起呆来，方瑶伸出手在你眼前晃了晃。美色果然要人命啊，自己居然晃神了。你暗骂自己没出息，随即觉得不对，眼前这位可是他的正牌未婚妻，多看几眼又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到居然有人会跟我有同样的困惑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你的目光一直紧盯着他，这让方瑶不由升起了一丝害羞。方瑶难得露出一丝小女儿态的娇羞，这不由让你想起两人初见时他那冷若冰霜的样子，也就现在能看到女魔头这一面了。我偶尔会产生一个极为可笑的念头，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。方瑶直摇头，表示不会。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，会不会还有另一个世界？我们会不会一直活在别人的梦里？怎么可能？你起身给穆晴月留下单独的空间。有时候你的直觉才是最准确的。你留下最后一句话，便朝着黑暗中逐渐露出的身影的怪物走
去。直觉吗？经过半日的休整，一行人总算在天明时分赶到了飞霜城。清源，你怎么来了？秦婉若杀了一夜，刚想去歇息一会，便看到你的身影，这让他的疲惫瞬间化作泡影。刚好遇上增援队伍，就随他们一起来了。秦婉若把你拉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一夜后，你带领着一支队伍，朝着飞霜城附近的乡村进行搜寻。村子死气沉沉，倒塌的房屋，四分五裂的尸体，真是该死啊！陆师兄发现俩小孩，先带回去。深夜，你正在闭目打坐，忽然被一股惊天而起的凶气给惊动，你立刻走出房间。外面的街道一片混乱，地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。按理说防御大阵一直开着，应该能隔绝那股凶气啊。护城大阵出现了问题，难道是我们当日就回来的那个小孩？没想到这小孩子居然是魔道之人假扮的。苍云宗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覆灭了。你看着一群苍云宗的弟子来回奔波，纵使满脸疲倦，身上带伤，眼神却始终带着坚毅与希望。视线最终落在那道缓缓向你走来的倩影身上。秦婉若抬头就看到萧逸直直地望着自己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冲着他招了招手，本想走到你的身旁，结果才走到一半，就有弟子匆匆过来将他叫走。秦婉若只能无奈地回头看了你一眼，眼神满含歉意，转身却走得格外坚定。如今的情况，由不得他再将心思放在情情爱爱之上。如果改变了结局，你是否甘愿醒来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上古兄弟之中的怪物们冲击封印越发开始频繁，封印一改再改，却一破再破。原本躲在暗处搞事情的魔道之人，也开始明目张胆的四处截杀各宗门弟子长老。你将剑上的血迹甩干，现如今不仅仅要对付怪兽，还有搜查魔道之人，以免他们背后下手。不知从哪传出来的消息，说是上古兄弟中遗留着上古魔气，身后的2名弟子嘀咕着：上古魔气不会是天罚戟吧？哎，照这么说，有上古魔气，应该也有上古神气的吧？好在我们正道没人动什么心思，要不然……你本打算听个热闹，却忽然皱起了眉头。真的没人动心思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细思极恐，苍云宗覆灭的根源可能还有其他原因，这可真的太悲哀了。回到飞霜城后，你就去找了秦婉若。你怀疑正道之中有人暗中与魔道勾结？你想多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魔道可以为了上古魔气对我们一直下手，你又怎么保证正道之人不会对神器产生贪念呢？不，至少我们苍云宗绝对不会有这种人。苍云宗你可以保证，那其他宗门呢？若是有1/1000的可能是我猜测的这种情况，我们如今的努力不过都是一场笑话。让我想想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秦婉若手扶额头，心绪很乱。你慢慢想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你知道他一时半会很难接受，便离开了这里。当晚你就被带到了掌门的面前。你很聪明，也很敢想，其实本座也有这样的怀疑。什么爹？难道真的？你先不要说话，我知道你很疑惑，为什么我们都知道，却还是这么被动呢？说到此处，掌门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没证据呀，是一个还是几个？又或者其他宗门都参与了呢？你们2个努力修炼，好好的活下来。掌门对着你微微一笑，眼神中满含着鼓励与期待，随后示意你先回去，闭眼打坐再睁眼。已经是几年过去了，你的修为也来到了鱼龙境巅峰，出门打了几架，杀了几个凶名在外的魔头，给自己刷刷存在感。一回头，自己跳到了4项境界，这陆清源不会是这个时期的天命之子吧？我这有系统加持也自愧不如啊！系统，陆清源。城外有弟子遭遇魔道伏击，你速速带领弟子前往营救。你手里捏着通讯玉符，迅速赶去。江蓉蓉眼看着魔修的剑朝着自己落下，绝望地闭上双眼。什么人？耳边传来那魔修的一声惨叫。江蓉蓉睁开眼就看到你手里的剑险之又险地从他脑袋旁飞过，插进了大地中。吓死我了！还不退后，傻站着在那儿等死。陆师兄，刚刚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江蓉蓉受的伤不重，就是临近死亡的那一刻，将她吓得够呛。你难得看到穆晴晴这么乖巧的一面。小辣椒，你转性了，居然这么有礼貌。穆晴晴就算失忆，得了江蓉蓉的记忆，但性格也没有变化，在宗门也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人称小辣椒。江蓉蓉没想到你会来调侃她，原本惨白的脸色浮现2朵红晕。这陆师兄怎么和传闻中的不太一样？他早就忘记了很久很久之前，你跑到他面前将他认成了另外一个人的事情。我一直很有礼貌的好不好？陆师兄，我是真心感谢你的。你看着穆晴晴委屈地瞪着你，心里情不自禁地感到好笑。行，你最有礼貌了。看着你很是敷衍的态度，江蓉蓉心里很是有些不爽。但是眼前这人刚刚才救了她，若是以往她早就退回去了，只是现在她只能恨恨地憋着。这个陆清源真是讨人厌，莫名的江蓉蓉觉得这股讨人厌的感觉有些熟悉。陆师兄，不知道为什么你总能给我一种好熟悉的感觉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你惊讶地瞥了他一眼，还以为这丫头会始终无知无觉呢。说不定我们前世认识。江蓉蓉没想到你居然会这样说。什么嘛，这家伙难道是在调戏我吗？江蓉蓉没好气地瞪了你一眼，以穆晴晴的智商还是算了吧，还是把期望放在穆晴月身上比较靠谱。入夜，秦婉若拎着一壶酒敲响了你的房门。心情不好吗？有家回不去，怎么能心情好呢？秦婉若在人前始终笑意盈盈，就算再苦再累都没有露出过疲惫的神色，只有在你面前才会卸下伪装，流露出惆怅。你说我们还有希望回到苍云宗吗？良久，你悠悠地吐出一句话：回不回去真的重要吗？怎么不重要？那可是我的家，我在那里出生，在那里成长，怎么可能不重要？秦婉若被你问得很生气，伸出手想要拍你，你连忙把她的手抓住紧紧，都握在手心没有松开。
我只是觉得，虽然回不去苍云宗，但是只要人还在，苍云宗就在；人没了，就算夺回宗门，也不过是个空壳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只是不甘心。那么多宗门，为什么偏偏就是苍云宗呢？你无奈地看着秦婉若，知道她就是嘴上抱怨，该说的你都说了，再想不开你也没办法。秦婉若的心结，终究还是需要实力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。你怎么还不松手？我的手很好摸，挺软的。你下意识回了一句，我其他地方也挺软，你要不要也摸摸看？秦婉若似笑非笑地看着你，听到秦婉若的话似乎有些不对劲，你反应过来，顺便扫了眼某个重点部分。倒也不必。你将掌心柔软的小手松开，温热细腻的手感依旧存留在手中。在未回到苍云宗之前，我暂时是没有心思再举办了。不过，若是你想的话，秦婉若平日里再如何大方，在这种事情上面还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眼神闪烁，吞吞吐吐地说着，不敢去看你。果然，这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的，真是非常容易出问题。秦婉若是真的秦婉若，可我不是真的陆清源啊。若是真在幻境里办了那事儿，你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无法活着离开幻境了？就算这幻境主人不介意，你还担心自己婚前出轨被女魔头出去以后算账呢？一切都能尘埃落定之后再说。外患当前，我岂是那种沉鱼享乐之人？那样对你也不尊重。萧逸一脸震惊的拒绝。清源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我没看错你。秦婉若满脸感动地看着他，好家伙，原来是有坑在等着我往下跳呢。要是脑子一热就硬了下来，秦婉若该不会狠狠地把我揍一顿吧？这女人真是坏得很。挺晚了，早些回去吧。秦婉若丝毫没感觉到你的敷衍，来时不顺的心情此时好了很多，也就不再多逗留。第二日一早，萧逸照例完成了外出的巡查任务后，再次遇到了穆清月。看着他温和中带着不易察觉的冷漠，你摸了摸鼻子，主动走到了他的面前，将人给拦了下来。你是不是想起来了？穆清月抬头盯着你，果然恢复记忆的女魔头一点都不可爱了，那挺好。看着穆清月不冷不热的态度，你总觉得自己像是上赶着来找她似的。既然女魔头恢复记忆了，也就不需要我操心什么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等等，你不明所以的看着穆清月，谈谈。你将穆清月带回了住处，两人对坐良久，你并没有等到穆清月开口，你算是看出来了，她根本就没有要主动说话的意思，这该怎么聊下去啊？穆清月似乎感觉到了你的无语，我对你有些意见，所以并不是很想说话。你心里清楚，他对你的意见无非就是两人之间的婚约，这是怎么也怪不到自己身上啊。比武招亲的是穆青青，当场反悔的也是穆青青，我都说可以作废的，但皇帝非得横插一脚，将婚约对象变成了穆清月，他心里不满，我还觉得委屈呢。抱歉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和你道歉。在他的脸上并没有看到任何歉意。算了，人家都这么说了，说正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苍云宗的情况十分糟糕。穆清月非常直接、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苍云宗此时腹背受敌的状态。你纵使对他很不爽，但是对于他的头脑还是很佩服的，真不愧是以后做女帝的人。找出关键之人，我有几个人选，你呢？我猜是秦婉若。秦婉若，我对她的怀疑最大。不过，穆清月说到这顿了顿，对着你挑了挑眉。她不是你的未婚妻吗？你才是我未婚妻。你的话脱口而出，一时间房内很是安静。科，那个，若不是上古兄的出世打断了你们的成婚大典，此时你怕不是美人在怀了？穆清月嘴角露出一丝嘲讽。我可没有，你别瞎说。再说了，秦婉若要嫁的是陆清源。你深呼一口气。我是我陆清源，是陆清源。虽然我此时是陆清源的身份，但我始终不是陆清源。这事情可得提前说清楚，要不然等娶穆清月的时候被翻旧账可就头疼了。穆清月看着你一脸严肃的辩解，心底闪过一丝好笑，跟我说这么多做什么？难不成他真的以为自己以后会嫁给他不成？穆清月忽略了心底涌现出的一丝愉悦，打断了你的话。你们两人是真是假与我无关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该如何离开这个幻境。怎么能说无关呢？你可是我的未婚妻，与你无关，那与谁有关？你脾气也上来了。穆清月越是不想提，你就越是要提。你若是这么说，那就没法谈下去了。穆清月说着便起身要离开。哎，别，这又不是我先起的头。你小声嘟囔着。我们还是继续谈正事吧，别再扯那些有的没的，我们还能好好谈。穆清月用警告的眼神看着你。秦婉若你最熟悉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按照现在的信息来看，苍云宗肯定是覆灭了。我原本打算想个办法把上古兄弟解决了，这样苍云宗就不会灭亡了。只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单单是上古兄弟一个威胁。穆清月接过你的话，应该说那些心怀鬼胎之人才是导致苍云宗灭亡的根本。你是真想给穆清月鼓个掌？你能猜出来是谁在背后捣鬼吗？穆清月眼中满是讽刺。看来你还挺天真。苍云宗一直以来都占据正道魁首的位置，你真以为其他宗门会甘心一辈子被压一头？你明白了穆清月想要说什么？要真是这样，那可太悲哀了。穆清月看到你露出深思的表情，心里暗道还不算太蠢，至少比我那蠢货妹妹强多了。若是一个人勾结魔道在暗中出手，苍云宗不可能找不到任何的线索。但若是勾结魔道的不是一两个人，而是除了苍云宗之外的所有道门，彼此都心照不宣地同意将苍云宗除去的话，你怀疑所有宗门都参与进来了？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我哪有什么证据？这才恢复记忆没几日，哪有功夫去找什么证据？说到恢复记忆，你似乎很早就清醒过来了。
我刚拜入苍云宗不久就想起来了。那你还挺幸运的。对于你这个说辞，穆晴月是一点都不相信。那个陆修好像也恢复了记忆。陆修谁？你跟他有仇？这么特意的告诉我，这都能猜到，真不愧是穆晴月。我之前和他在墓室之中遇到过，他想抢我东西，还交了手。总之，他有可能对我下手。说到墓室，那个抢先我一步的人就是你吧？可说了那么多话，你端起茶水就被这句话呛到了。你这么激动干嘛？难道怕我想起暗中对你下手？那不会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说的你好像多了解我似的。今日就这样，我先走了。你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他难道害羞了？还不等你和穆晴月商量出下一个对策出来，上古兄弟的封印便再次出现问题，跟丧尸围城一样。再这样下去，怪物没杀死，护城大阵就坚持不住了。不知何时穆晴月来到你的身边，秦婉若呢？她在闭关。这可真不巧。你点点头，往外踏出一步，他下意识地拉住了你的衣袖。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去杀了那几个大怪物。你没想到穆晴月会拉住自己的衣袖，听到他难得惊讶的语气，回头对着他笑了笑，示意他放手。穆晴月原本到嘴边的话，在看到你脸上的笑时，犹豫了一下。你小心。你放心，我还等着离开这里后把你娶进门，怎么会舍得死在这里？穆晴月当即立刻就松开了你的手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你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这么直白的嫌弃，你出去厮杀怪物的时候，发现被你杀死的怪兽会被其他怪兽吃掉，再次进行融合出新的大怪兽，也因为这样，你根本杀不完，就转头回去了。陆师兄，你没事吧？陆师兄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陆师兄刚刚的样子真是好有魅力。最后一句显然是为女弟子所说。你循声看了过去，只见几名容貌秀丽的女弟子站在一处，个个眼神冒光，神情兴奋地盯着你。你脸上瞬间挂起温和的笑容，冲着围观的弟子们微微点头示意。在得到萧逸的回应后，那几个女弟子更是连连低呼：陆师兄刚刚挺威风的。穆晴月的声音在萧逸背后响起，明明是夸人的话，你却能听出些许嘲讽的意思。还好。你自以为谦虚地说道，没想到一向优雅的穆晴月当即就对他翻了个白眼，冲着你冷哼一声，转身不再搭理他了。女魔头这是怎么了？我又哪里惹到她了？你不明白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回来说一句话就莫名其妙给你甩脸色？惹不起。你嘀咕归嘀咕，但双脚还是很诚实的追上了穆晴月的步伐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快告诉我，城内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自觉与穆晴月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和，也不再像之前那般陌生。至于穆晴月刚刚才给了你脸色的事情，你已经自动忘记了。女人嘛，谁还不爱耍个小性子了？你要是认真，那你就输了。你们出去之后没多久，其余3个城门就汇集了大批魔道中人，甚至将太上长老都逼出来了。现在如何了？太上长老是输是赢？情况不妙，每个城门都各有输赢，但依靠着护城大阵，输掉的长老都及时退走，并未陨落。你点了点头，表示明白了。真是一群蠢货，这么明显的调虎离山都看不出来。苍云宗最后会被覆灭也不是没有原因。在穆晴月看来，苍云宗的高层全都是一群愚蠢之人，拼死拼活的战斗在最前线，将封印上古兄弟视为己任，而其他宗门大多都躲在苍云宗的庇护下，自身实力依然保持完好，哪像苍云宗死伤惨重。你听着穆晴月的话，陷入沉思。虽然他的话难听，但是你是赞同的。虽然也觉得苍云宗这群人是一群傻子，但不同于穆晴月，你只是觉得这些人傻得让人佩服，为了所谓的大义与苍生，将自己的性命搭进去也在所不惜。你自然是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。若在你能力范围之内，你不介意出手帮忙，但超过范围，你就会及时止损，毕竟你也是个惜命的人。我有种直觉，这个幻境结束的时候，若是我们都没能出去，恐怕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。封印之地，你们真是疯了！苍云宗掌门擦了擦嘴角的血，将秦婉若护在身后。怪只怪你们苍云宗自不量力，挡了所有人的路。你们就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神器，居然堕落到与魔道相互勾搭，简直愚蠢至极。愚蠢的是你们苍云宗，若不是你们蠢，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一直以来，苍云宗占据仙门第一的头衔，那么风光得意，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吧？嫉妒、不甘、怨恨，苍云宗掌门看到这些情绪，心底不禁感到一阵悲哀。他们只知道苍云宗表面的风光与荣耀，却没有看到背后的努力与伤亡。苍云宗的修士永远冲在所有人的最前线，替他们抵挡危险，护佑苍生，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吗？爹，秦婉若敏锐地察觉到了宗主的情绪无力和心灰意冷充斥着他。一会儿我带着几位长老拖住他们，你和巡安先走，放弃飞霜城，带着门内弟子能逃多少是多少。秦婉若眼圈发红，死死地咬住嘴唇。她不想走，可是理智告诉她，你必须要走，必须要听他爹的话。若是消息没有传递出去，那飞霜城里成千上万的弟子恐怕……姐，你们正道的人就是喜欢说那么多的废话，赶紧把人解决，我们还等着用这群人修炼功法呢。秦婉若深吸一口气，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。爹您放心，女儿就算拼死，都会将消息带回飞霜城。苍云宗掌门回头深深地看了眼秦婉若，这也许是他看他的最后一眼了。杀！秦婉若和巡安立刻朝着飞霜城的方向飞去。秦婉若始终未曾放松警惕，在危险来临的那一刻及时挡住。哟，还真有漏网之鱼逃了出来，还是个大美人呢。两人看到秦婉若后，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淫邪的表情。大美人乖乖束手就擒，一会儿哥哥们好好带你体验极乐之境。巡安，快走！秦婉若以一敌二，并不落下风。好。秦婉若看到巡安的离开，心底略微松了口气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有人能够回到飞霜
双城就好。大美人，你不会以为只有我们两兄弟守在这周围吧？该死！秦婉若心里不由着急起来，手底下的攻击越发猛烈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大美人就算生气，也还是那么好看。不知道一会儿躺在我们兄弟俩身下的时候，会不会更加漂亮啊？这兄弟二人配合极为默契，一手一攻，将秦婉若的攻势全都化解。两双眼睛极为猥亵地落在秦婉若凹凸有致的身体某些重点部分上。无耻之徒！那赤裸裸的目光让秦婉若有种身上的衣服被扒光的错觉，恶心至极。哎，此言差矣，这种事情怎能说无耻呢？这明明是……我操，你个贱人！老子一会儿不将你干得要死要活，老子就不是男人！高个子居然被秦婉若的暗器打中，要不是他闪得快，位置偏了一些，这一下差点让他断子绝孙。这小娘们就是欠收拾，等咱们兄弟享受完，把她卖进欢喜门，让她日日夜夜当新娘。矮个子看到自家兄弟受了伤，同样十分生气，不再收力，全身气势暴涨。秦婉若瞬间落为下风，没想到刚刚这两人居然还隐藏了实力。刚刚自己的全力攻击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个笑话，如今仅是一人就让他勉力招架，若是等到另外一人再参与进来，秦婉若心底闪过一丝悲哀，今日恐怕就要陨落在此地了。他不怕死，他只怕原本答应爹爹的事情自己做不到，落到那两人手中的结果可想而知。秦婉若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到那种地步，那就只有自裁。阿弟，小心点，别让这贱人自裁。大哥放心吧。矮个子对着秦婉若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。秦婉若立刻准备自断心脉，体内斗气却忽然消失一空。怎么回事？失去了斗气的秦婉若整个人飞快地往下坠落。余光看到高个子正在自己这边飞快靠近，既然无法自断心脉，那就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。就在秦婉若准备咬舌自尽之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随即她的身体停止了坠落，被人拉进了一个熟悉的怀抱之中。清源，秦婉若看着陡然出现在的你，没忍住心底的激动，眼角划过一道泪痕。我来了，没事了。萧逸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赶来的正是时候，抱着秦婉若轻声安慰道，同时指挥着王权剑灵将剩下的那个矮个子也一并解决了。以你又突破了。秦婉若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感受到你身上传来的斗气，一脸不可思议。现在的你的修为已经与他同出一个境界。今日刚刚突破。说起突破，你也是颇为无奈。那时候还在跟穆晴月说事情呢，说着说着就感觉不对劲。还好当时你已经回到了飞双城，你突破之后就有些怀疑，当年的陆清源是不是就是战到一半之时临场突破的，导致这一次突破的这么潦草。快快回飞双城！秦婉若急切地抓着你，将封印之地中的事情快速地讲了一遍，催促着你跟他一起回去。你先回飞双城，我去看看。你赶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苍云宗那些人死在这里，还好此时你突破了，过来的话没有那么危险，再加上穆晴月和自己都推测今日绝对是个关键，所以这才一突破完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想到刚刚秦婉若的样子，若是自己没有及时赶到，真不知道秦婉若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你此时真的有些害怕，若是不改变一些关键点，让秦婉若自己清醒过来，事情就糟糕了。你过去有何用？你不过是刚刚才突破太乙无量境而已，里面那些人都是……秦婉若不明白你究竟想要干什么。你信我，也许我有办法能够将他们都救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秦婉若听到你的话，不敢置信地睁大了双眼。救出所有人，除非是圣境强者，否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赤云太上长老也来了？秦婉若立刻左顾右看，但是并未瞧见除了萧逸之外的其他人。没有，只有我一人。不行，你这是去送死。秦婉若听到只有你一人，哪里肯同意？没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。秦婉若，你想看着他们再死一次吗？你拉开了他的手。但你答应我，如果势不可为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的最后一句，不知他是不是有意的，被忽略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随后你赶往封印之地，秦婉若痴痴地望着你远去的背影，直至消失不见，口中喃喃自语。希望你真的能成功。封印之地不断有人在空中坠落，地上七零八散的尸体，鲜血如细雨般不断洒下。看着阵内面色惨白的诸位长老，你也知道他们撑不了多久了。这修为突破的可真及时，要不然这局可真是无解了。你之所以在秦婉若面前说自己有把握，都是因为他从系统那里获得的那部功法，里面赫然就关于太乙无量境，引用天地之力的术法阵，系统出品必是精品。就在苍云宗修士们艰难地维持大阵的运转，眼前开始有些渐渐模糊之时，隐约间看到阵外有道人影飞到上空。那是谁？其他人都努力地睁开疲倦的双眼，心里颇为担忧。陆清源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速速离开这里！只见那群人的身影攻击忽然变得奇慢无比，就好似敌我双方正处于不同的时间流逝之中，那是领域的波动。与此同时，你口中念念有词，密密麻麻的剑影出现在众人上方，数百道剑影化为流光，朝着被围住的敌人而去，在那些人惊恐的目光中刺入了他们的身体。不，他们被你的绝对领域所笼罩，就连一句完整的话语都说不出来，下一秒便永远闭上了嘴巴。你身形不稳，摇摇晃晃的从空中缓缓降落，至苍云宗众人的身旁。掌门，你们没事吧？宗主摇头，示意自己只是有些脱力。多谢。众人十分默契的开口向你道谢。几位太上长老呢？刚刚说话间，你就已经用神识探查过四周，完全没有其他人的气息。他们将人引入了上古兄弟之中，你也没想到居然会这样，一时间有些沉默。太上长老他们无需我们担心。至于这里，苍云宗掌门目光沧桑的看着一片狼藉的战场，深深的叹了口气，还是得封起来。纵使最终得了个背叛的下场，让他们心灰意冷，但是眼下他们还是坚持要将封印修好。掌门，他们如此做为何？不是为了他们，谁想管他们的死活？苍云宗掌门咬牙切齿的说出这一句，他起身
身走到你的身后，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。是为了那些无辜的人，只要上古兄弟还在，那些怪物便也会一直存在。你忽然想到那些被怪物袭击过的一个个村落，想到那些幸存者脸上的悲痛和恐惧，紧抿着双唇，没有说话。值得吗？你如此拼尽全力救他们，不过是因为没有退路，为了能够让自己活着离开幻境。若真遇上这种情况，你大概率会选择逃离。没有什么值不值得，这是责任。清源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苍云宗掌门一脸怜爱地看着你，仿佛在看自己不太懂事的孩子，温和地指引着你未来正确的道路。我能暂时彻底将上古兄弟封印上，只是什么？暂时是多久？听到你有办法能够彻底封印上古兄弟，众人纷纷开口问道。多久无法保证，不过100年内应当没有问题。100年够了，你还没有回答我是什么？苍云宗掌门及时克制住激动的心情，只是注意到萧逸还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。太上长老他们也将无法出来。此话一出，众人脸上原本的轻松与激动顿时消失。苍云宗经此一劫，宗门内圣境强者已经所剩无几。尽管他们都知道进入上古兄弟之中能够活着出来的几率极小，更何况他们还是与敌人一同进去。苍云宗掌门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再缓缓吐出。半日，若是半日后太上长老们未曾出来，你便去做吧。苍云宗掌门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。你不要有任何自责，太上长老们若是知道，必定不会怪你。你有什么好自责的？你只是感慨这苍云宗的掌门真是太有魄力了。半日很快过去，封印深处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传来。诸位都没事吧？多亏了清源及时赶到，我们都无碍。清源，你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，你好厉害，去做吧，不用担心任何事情。你要去做什么？秦婉若疑惑地看着你，将上古兄弟真正的封印起来。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，你并没有过多解释。你要陪我一起进入深处吗？你原本只打算自己一个人进去，可以吗？会不会影响到你？不会。既然萧逸都这么说了，秦婉若自然同意跟他一起进去。至于其他人也想跟在你身后，想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，却都被你委婉地拒绝了。走吧。秦婉若牵着你的手，两人并肩一同朝着封印深处走去。等到了上古兄弟外围入口，萧逸松开秦婉若的小手。秦婉若知道萧逸这是开始了，很是乖巧地往后退开2步，安静地站在那里。点点光晕微微从手心之中散发出柔和的光芒。你闭着眼睛，努力沟通着自己识海深处。天法戟上的那道封印符，快速地控制住天法戟泄露的气息，将它们导出自己的识海，操控着天法戟的力量，按照封印符上的皱纹给一点一点描绘了出来。你感觉自己的神识有些恍惚，只见他笔直地站在那里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无法将封印符一比一完美的复刻出来。此时他只感觉脑海里仿佛被无数根针扎似的，上方的天空时不时就会产生道道裂痕，复刻的1/3皱纹直接被天法戟给控制住，将你的神识狠狠给弹开。你也在此刻失去了意识。穆晴月、穆晴清还有陆修等人若有所感的纷纷抬头望天，整个世界在此刻全都被红光所覆盖，耳边传来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，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中。这是成了还是没成？你只是在一瞬间失去了意识，随后就马上清醒了过来，左右看了一圈，除了黑暗还是黑暗。你试探的张口喊着秦婉若的名字，却无人应答。所以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你烦躁地抓了抓脑袋，动作忽然一顿，发现自己的修为不是太乙无量境，而是回到了最初的养灵境。出来了，成功了。你脸上露出了高兴。如果当初真的是这样，那该有多好。一道悠悠的女声你的身后传来，你心里一惊，猛然转身看去，果然是你。秦婉若看着眼前熟悉的人，你脸上掠过一丝复杂。你很好，跟陆清源那傻子不一样。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一样？那你现在……你看着秦婉若，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。我现在只是一道残魂。你知道高原造墓的由来吗？秦婉若的心情似乎还不错，仿佛一个朋友一般拉着你闲聊。不知道。你十分配合他，好歹你在幻境中与秦婉若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他想聊就陪着呗。高原葬墓是我用2/3的苍云宗炼制而成。好家伙！你看到秦婉若脸上露出的追忆的神色，很是识趣的没有开口打扰。你想要吗？想。你老老实实的点头承认，说不想肯定是假的。这话说出来鬼都不信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日后能够尽全力完成我的心愿，我就把高原葬墓送给你。你该不会是想要我重新建立一个苍云宗吧？你果然聪明。秦婉若笑着点头。所以你答应了吗？我能选不答应吗？当然不能。好在建立一个宗门虽然麻烦，但也不是做不到，还得等我实力上去之后才行。那是自然，就你现在的修为也不够格。秦婉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话在你的心上狠狠扎了一刀。等等，高原葬墓若是送给了我，那你呢？你的意思是想知道秦婉若会不会就此消失？但秦婉若似乎误解了此话的含义。我当然也是你的了。秦婉若飞身来到萧逸的面前，纤纤玉手抚上了他的脸庞，很是暖媚的冲着萧逸抛了个媚眼。他也是我的。这话该不会是他所想的那个意思吧？你愣定在原地，不敢有什么动作。秦婉若虽然言语动作都显得十分暖媚，但是身上的威压却丝毫没有收敛半分。我只是想知道你会不会就此消失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听着你一本正经的解释，没有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想要我？你小子可是在幻境里占过我便宜的，怎么现在不承认了？当初到底是谁占谁便宜？是你先亲的。你开口指
指出事实，秦婉若顿时一噎，暗暗翻了个白眼。你这人好没意思。他将手从萧逸的脸上挪开，衣袖一挥，你眼前重现出现了光亮，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间墓室之中。墓室的正中间却并没有摆放棺椁，而是被一张石案所占据了位置。石案桌面仅放着一盏莲花灯架，花心部分悬浮着一颗晶莹剔透的黑水晶。恭喜宿主萧逸完成任务，任务奖励已发放。在你成功获得高原葬墓时，你脑子里奇奇怪怪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是欺凌。你睁开眼看向不知何时变成一张美人榻，正侧卧在上，有些百无聊赖的秦婉若说道：“不然你以为我一个残魂为什么能活到现在？”这次的魔兽绝地之行非常圆满，辛苦了这么久，也是该打道回府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心念一动，将依旧处于高原葬墓的人通通给甩了出去。你也同时离开了葬墓，悄无声息地混入了人群。萧逸，道清清冷冷的声音响起，你转头看到穆晴月和脸色惨白的穆青青，你环视四周，并未瞧见陆修的身影。跑得倒是快，可是何事？你走到穆晴月俩姐妹身前，穆晴月欲言又止地看着她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问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略带一丝惊讶，没想到穆晴月会特意感谢你。你谢他干嘛？没心没肺的臭丫头！好歹我救了你，你姐谢我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救我？你什么时候救我了？你明明就是一直在欺负我。你以为就你那小身板，要不是我拿出仅有的一颗回魂丹给你吃，你以为真能从那魔蟒的攻击下活下来？你戏谑地看着穆晴青不停变换的脸色，川剧变脸都没她这么丰富多彩。穆晴月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么一出，若单是你打破幻境将他们全都解救出来，她心里顶多只是觉得此人手段极为了得。要说真的感谢，倒也没有多少，但得知你居然舍得用回魂碧玉丹救穆晴青，穆晴月心里是真的对此产生了一丝感激。等回去之后，幕府定当奉上谢礼。穆晴月摸了摸穆青青的脑袋，对你说道，语气比之前柔和了许多。何时回去？你立刻问道。穆晴月从你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一丝急切，抬眸瞥了他一眼。你很着急回去？按照他的原本的计划，高原葬墓结束之后，他依旧会继续朝着魔兽绝地的深处前进。只是现在，穆晴青的状况显然不太好。陛下只给了1个月的期限。穆晴月原本平静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，你假装自己没看到。而且这丫头得回去好好养养。说来说去，还不是急着要跟姐姐完婚？我就知道这家伙在看到我姐姐后，一定会被姐姐给迷住。回去可以，婚约的事情再说。穆晴月缓缓开口说道。随你。回到幕府后，你回到自己的院落睡觉。你这一睡，直接睡了3天3夜。你刚醒来，你刚走出房间，便立刻有人飞快地去通知了穆廷烨。萧公子，你可算醒了，有劳穆大人惦记。贤婿不必如此客气。你被他那一句贤婿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穆廷烨拿出2个储物袋，递到你面前。虽然没有回魂碧玉丹，但其他好东西幕府还不少，希望贤婿不要嫌弃。不嫌弃，穆大人一番心意，小子就收下了。哎，还叫什么大人？应该改口叫岳父了。你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，毕竟还未成婚，现在就改口，我怕大小姐知道了会害羞。穆晴月要是知道这婚还没成，你们2个就已经开始女婿岳父的喊了起来，恐怕想杀人的心都有了。听到你提及穆晴月，穆廷烨脸上的笑意明显淡了许多。他看到下人端着一盘盘膳食进门，也不再多逗留，只是常规性的叮嘱你最近不要到处乱跑，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之类的话后，便离开了这里。7日后就完婚。你一边大口吃着东西，边思考着穆廷烨告诉你的消息。穆晴月就这么认命了？不应该啊！你才不相信穆晴月那女人会听从穆廷烨的安排。想那么多干嘛？等到时候穆晴月出手后，不就知道了？你以为穆晴月出手必然就在这几天，可是一直到距离他们大婚前1天，无论幕府外还是幕府内，皆是毫无动静。难道他想通了，不打算搞事情了？你盘腿坐在床榻上，你的眼神直直地落在一旁挂着的大红色新郎袍上，心里总有些不安。直到大半夜，你被叫去大堂，你心里就一个想法，总算来了。星罗王朝和苍玄国同时向我们开战，两方纠集了大量的修士突袭边关。你听到这则消息，下意识地瞥了穆晴月一眼，心里100%可以肯定，这一定是穆晴月的手笔。星罗王朝和苍玄国正是穆晴月幕后隐藏大量人手的2个国家。为了不嫁给我，穆晴月这一回也算是大手笔了，直接就发动了战争。这女人果然不容小觑，我就知道自己想要完成这个任务颇有难度。陛下下令，所有航气境中期以上的修士全都必须赶往前线，共同抵御2国入侵。哦豁，这一拖起码得拖上个把月以上，指不定穆晴月再狠心一些，这仗估计能打到过年吧。3人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城外的大营。哎，跟着穆家2姐妹来的那个男人，是不是就是穆晴月的未婚夫？应当是了，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，实力也就跟我差不多嘛。你们瞬间就成了众人八卦的中心，一道接一道极度好奇或者不屑的眼神不停地落在你的身上。集结很快就完毕，清点完人数后，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这一路上，你最大的烦恼就是每天都有人跑到你面前阴阳怪气一番。这还只是一小部分，我姐姐的爱慕者可远远不止这一些哦。呵，那又如何？最后跟你姐姐有婚约的人还不是我？萧逸没有压低音量，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你的话，纷纷冲你投来愤怒的眼神。